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如果你也想写一个这样的半自动交易类的工具啊，可以自动的根据你所画的趋势线或者支撑阻力线啊，来判定究竟有没有突破啊，有没有要开仓啊，开仓之后自动的去设置止盈价和止损价啊。如果你也需要这样的工具啊，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把这个代码写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我们上一期未完成的代码啊，继续啊。这个程序的话，大家现在就可以去我的公开的网盘进行下载啊，全部的这个源码呢，我也会上传到我们内部学员的这个学习资料中啊，大家有需要就自己进行下载啊。然后我们接着开始第4步的内容啊，第4步的话就是真正的开仓了啊，判断，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拿到了这个 signal， 拿到这个信号了啊。但是在开仓之前呢，我需要先写一个函数来计算我们的止盈价和止损价啊，因为我们这里的这个有3种方式，一种的话是这个手动的风控啊，另一种是固定点数，还有一种是使用最近的高低点来进行止盈价和止损价的一个设定啊。好。代码看着多，但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啊。首先是这个第一种模式，就是我们的手动模式啊，因为它不牵扯我们程序需要去计算的这个止盈价和止损价，所以我们这种就是直接 return 出去啊，不做任何处理。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这种固定点数的模式啊。那么如果你是多头的话，就是使用进场价格减去我们的止损点，然后乘以这里的 points 啊，就得到一个止损价。这里是止盈价啊。针对于空单的话，止损的话就是往上加啊，空单的这个止盈的话就是往下减啊，这都是非常简单的逻辑啊。好，第三种呢，就是这个 K 线的极值模式啊，这里它使用的其实就是这个 K 线的一个高低点啊，高低点，还是以我之前做的这个举例。大家看这笔这个订单啊，我这里虽然它是这个水平线，我也忘了我这之前用的水平线还是趋势线了啊？我怎么记得是趋势线啊？应该是趋势线啊。反正就是它会使用你进场的这根 K 线往前倒最近多少根 K 线的一个最低点作为止损价啊，然后最近多少根 K 线的一个最高价作为止盈价啊。我们这止损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止盈价它是使用的这个最高点啊，这个极值点作为这笔订单的一个止盈价位的啊。它里面的逻辑嘛，就是先获取最高点的这个 index 啊，还有最低点的 index 啊，然后再把这个价格使用这个 iLow， 然后再通过这个 index 就可以获取到最近多少根 K 线的最低点，最近多少根 K 线的最高点啊，然后这样进行设定就可以了啊。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进行一个normalize double 啊，把这价格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处理啊。然后这个函数的话，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止盈、止损这3种模式啊，都给我们固定下来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开仓了啊，就比较简单了。好，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的好，这里是先准备这个交易的参数啊，我们的 ask 价和 bid 价格啊。然后这里是判断我们的信号当前是买单啊还是卖单。如果是买的话，我们这里先调用刚才这个函数去把这笔买单的一个止盈价和止损价给它计算出来啊。计算出来之后，我们使用这里的这个自带的这个 matrix 类它的 by 方法，然后把这里的手速啊、当前品种啊、ask 价、止损价、止盈价还有订单的这个 comment 都给它传进去啊，这样的话就代表下单啊。如果下单成功的话，我们就给它一个提示啊，就是说这个向上突破成功了啊，给它一个提示啊。当然这里的话，因为我这里是做测试啊，所以我把这个这行代码给隐藏了啊。当然实际使用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开启啊，开启的作用就是你这个
它下单完成之后啊，它就直接把这个 EA 给卸载掉了啊。因为你下单完成之后，你目前画的这个趋势线，它的意义就已经过去了啊，就已经没有太大的这个指导性的意义了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就需要你重新的进行划线啊，然后重新的这个挂这个 EA 啊，因为我怕EA 会针对于你这个趋势线的话，你没有及时删除，它会重复性的进行开仓啊。所以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这里的话之所以隐藏掉，因为我是待会儿要给大家做测试啊，大家自己使用的话一定要把它这个注释打开啊。我这里直接打开吧，因为我真怕有些人他这个不注意听的话，他出错了啊。这里是我们的多单啊，然后空单补充一下。空单的话就是完全相反啊，完全的倒置啊。好，我们编译一下，应该是编译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好，接下来我做下测试。好，我们打开这个我们的 MT5，然后在这个 EA 里面找到这个我们刚才写的这个，然后把这个可视化模式点开。然后参数的话可设可不设啊，因为这是个半自动的啊。然后主要是这个趋势线的名称啊，趋势线的名称一定要跟你界面上的这个匹配好啊。好，我们点击开始。好，它会自动的打开这个测试的模式啊。那么大家看我这个回测的模式啊，它为什么会有一个趋势线名称的这一条线呢？是因为我这里使用的是这个 Tesla 这个模板啊，也就是我在这里提前画好了线，并且把这个线的名称给它改成了这个趋势线。语音输入啊，改成了这个趋势线。然后改好之后，我使用这个模板，然后保存模板，把它保存这个 Tesla 模式啊。保存这种模式之后呢，我们再打开这个回测的话，它就会自动的加载这个模板啊。然后这样的话，它才会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趋势线的一个测试啊。因为 MT5 的这个回测模式，你是没有办法进行主动的这种划线的交互的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测试啊。因为我不想在盘面上继续等啊，我之前等过的啊，等这个1分钟的话，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那笔持仓啊，我这就不演示了啊，就使用这种模式。哎，可以看到啊，它确实是下了一笔订单啊，下了一笔订单之后，它马上就把这个 EA 给退出了啊，所以我这里，哎，刚才出了个小问题啊，就是我没有把这个 export remove 给它注释掉啊，所以我把它注释掉之后应该就好了啊。好，重新编译好之后，我们来进行一下测试啊，应该是没问题了。我们这里没有选择这个止盈和止损啊，这个太快了啊。好，我们接下来重新测试一下，没有选择止盈价和止损价。好，突破之后，在这里出场啊。为什么在这里出场？因为这里是 end of test 啊，就是最后一个测试的一个报价啊。但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它的这个。好，接下来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好，刚才是这个手动风控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这个固定点数。固定点数的方式，它就，固定点数的话，不知道这里能不能看到啊？差不多就是40个点啊。因为我这个鼠标它肯定是有漂移的啊，40个点。然后是再使用这个极值点，我们都是50吧，这样比较好观察。然后止损的话是最近50，止盈的话也是最近50。
止损不太容易观察，我们看一下止盈吧。止盈的话，最近50根 K 线的最高价，那就不用说了，肯定是这个价格啊，这是一一对应的啊，没问题。好，那么其余的就没什么好测试的啊，这个仓位的话就不用测试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0.1手，0.1手啊，没问题。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啊，还是大家注意啊，注意这一行代码啊，就是记得要把它打开，就是开仓之后就把它打开，就没毛病，就不会出错啊，因为我怕你对趋势线没有删除的话，它会重复性的下单啊，因为趋势线突破嘛，它不是突破一次，它有可能来回的进行突破啊。好，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啊。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啊。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啊，拜拜。